好不好？现在立法院这个复委了哈，军购哦，特别条例了啊。民众党有民众党的版本，国民党有国民党版本，那民进党版本就是行政院版本，1兆2500亿啊。那卓荣泰说，因为他就有问了，说如果按照国民党或者按照民众党的版本通过，那你行政院要不要复议呢？要不要不附属呢？哦，卓荣泰说，按照我们的版本就好了，就没有复议的问题了。哦，但问题是都按照你版本，那在野党干什么？哦。那李文忠问了一个问题了，这事前我们很早就我也提过了，4000亿干嘛放在特别预算？就是跟国内内购啊什么，你不需要放在特别预算，放在一般的预算就可以了嘛，年度预算就可以了。年度预算里面也有投资预算，不是没有，军购也有投资的，也有啊。哦，那你有4000亿何必呢？就你最多就8000亿跟美国买的，好，大家没话讲哦。那另外呢，郑丽文哦，这个说这个郑习会哦是替两岸搭桥的。哦，你光靠国防再买再多的武器也不可能和平嘛。哦，我是支持军购的，但是呢，也不能光靠军购，郑丽文这个意思哦，和平还最重要了啊。那昨天郑丽文参加那个外籍记者的这个记者会了，那当然也有人问他了，说听说郑习会因为用军购去换，郑丽文说乱讲哦，他再重新强调9·2共识，反对台独哦，我也觉得这是乱讲了哦，因为以前马习会也会过。那个洪秀柱洪习会也会过、啊，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要什么条件，什么条件哦，什么条件也没有啊。那另外呢，朱立文这礼拜5请国民党委员要谈军购，谈两岸，所以就被人怀疑是不是前任跟现任主席要别苗头啊、哦？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说华府在盛传，川普要向习近平表态反对台独，美国原来是不支持台独，但北京是反对台独。这中间都没有赞成台独，但是那个语气态度是有轻重的之别，所以呢，说川普打算要表示反对了，而不是只是不支持了，那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了哈。那另外呢，会不会碰到反对台独川习会？沈伯洋就说，军购延宕就北京拿来当筹码，因为美国本来原来说要卖我们的武器啊，111亿美元了，后来又是要卖200亿啊，后来要改成130亿啊，一直没宣布，哦，就被认为说。哦，是这个到大陆之前，川普不愿意去卖东西给台湾啊、哦。那美国的智库说，如果川普讲反台独，从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台独，台湾内部以美论又会加强哦，就觉得你川普美国人怎么这样，川普怎么这样子啊、哦？那另外呢，外交部说美国落实一贯对台湾的政策，也讲些废话了啊、哦。好吧，我们看一下，很多人都很悲观，觉得两岸一定会打仗。既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局。为什么不积极主动的成为改变悲剧命运的行动者呢？这个和平双赢共好，而不是什么事情都变成是零和游戏。但接下来即将登场的郑习会不断被外界质疑是要挡下军购案，郑丽文强调绝无此事，更没有交换条件。郑丽文要见到习近平，是不是首先要先挡下美国的军购呢？在这边跟各位澄清跟说明，绝无此事，只有9·2共识跟反对台独，就可以营造巨大的善意。澄清绝对没有把军购当成交换条件，也没有压力。郑丽文再度重申国民党对军购案态度。我们已经非常负责任的提出了我们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对美军购的版本跟论述。身为在野党，我们获得的资讯非常有限，我们也只能够被动的，但是负责任的来处理。通过政院版1.25兆的全套的完整的必备的特别预算、特别条例，那才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如果这样的结果，那大家都会非常顺利的往前进，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只靠国防的力量，怎么可能带来和平？真正的关键还是在政治上的努力。对，我遇到彭博，来亮君。我想现在这个军购条例哦，自己国民党在内部他们自己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数字哦。那当然，接下来到底审查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值得观察。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说国防。
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认同是重要的？看起来大家都认同是重要的。可是国防预算到底要花到多少的经费才觉得足够，或者是才觉得能够保护台湾？我想这个部分先前行政院大概也已经多次跟国防部一起在立法院说明清楚了。现在的军购条例里面，包含这一些要采购大的项目，这些其实都已经有讲过了。那当然，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一直希望说可以看到细项等等的。那但是你重点是你现在整个军购条例里面的预算跟预算数额都还没有确定的状况底下，现在在大项的部分是可以先跟大家说明。可是至于到细项里面，接下来还会有相关的预算审查等等的，这一样也都会在立法院里面要来进行相关的审查，也都要经过这一些各个党派的检验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大家的这一些反应哦，我会觉得说，看起来很像是为反对而反对啦。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在想说，那正习会郑丽文是不是拿这件事情，国民党是不是拿党军购来换正习会哦？那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的，可是问题是正习会真的能够带来台海之间的和平吗？我会打上一个问号啦。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跟习近平见面之后，过去国民党很多的主席也都跟习近平见面，那见面完之后呢？见面完之后，台海就和平了吗？这些相关的军事行动就停歇了吗？也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之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条件交换，这是国民党自己得去回应的。但是我觉得跟中国之间的这些往来，跟中国领导人的这些互动，能不能够换来和平，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佩翔。我先从先一次国民党对于军购的立场，国民党一向是支持国防，我们要好的武器，我们要会到位的武器，而且我们要合用的武器。所以说这次军购严格讲起来不管是顾立雄当面跟我讲的也好，还是说在所有的报章杂志上面讲的也好，我们支持所谓的 FMS Foreign Military Sales， 也就是有国对国，美国会挂保证的武器，这个是我们是支持的。那目前3800，未来如果他们的 LOCA， 也就是Letter of Congressional Acceptance， 就是国会过的报价书，那我们会支持，那国民党会支持。但是如果有关 DCS， 也就是所谓的的商售 Direct Commercial Sales， 就是有关像当初拉法叶、当初的达正，甚至当初的幻象机这些事情，由军火商直接卖给中华民国武器，对不起，我们不支持，因为有太多的弊案曾经发生过。那至于说刚刚李文忠李前委员就已经讲了，既然里面有4000亿的 self manufacture equipment， 也就是自我制造的自主制造的国防产业的东西，那为什么不能放在常态预算里面？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次特别预算里面？不管你是不是用美国跟美国有没有合作，不管你是不是跟美国有没有技术上的交流，你都应该放在常态预算里面，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国会监督啊！为什么不放常态预算？这才是我们觉得奇怪的问题。所以说，把这些东西讲起来，其实国民党对于国防一向都是支持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国防，政治上让对岸相对来讲是缓和，可是军事上我们不能放弃自己应该有的实力，这是对。而且国防不是只有针对某个国家，而是针对我们国家要有一定程度国防实力来保家卫国。不是说这样讲，不是所有人都是敌人，可是什么人都可能变敌人。这种什么事都是世界上事情是很难讲。所以说，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川普可能会去对这个美国对中国去做出一定的承诺，说不支持台独，或甚至反对台独。我认为川普这样的作为，就是为了他整个大布局来去看。因为如果说现在亚洲也是另外一个火药库，最大的火药库不见得是台海，而是中日之间。如果中日之间真的变火药库的话，那现在对于川普来讲是非常大的麻烦。而川普现在一心一意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就是因为说，不只是因为是军事上的对抗，甚至科技上的对抗、贸易上的对抗、能源上的对抗。第三次有一个讲法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开始了。只是说每个强国都在不同的领域上跟对方竞争。那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是有些人认为说，美国这样子像这样子横霸天下、雄霸天下，什么事都很强，我们可以一路打过去。但是我们也知道，罗马帝国当初还有大英帝国、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当初就是在全世界不同的战场开战场之后，所以导致灭亡。所以这很难讲。我觉得如果说川普答应大陆说反对台独，
那大陆要让他什么东西？大陆要给他东西，让川普觉得这个代价是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于秀华，你们现在三个版本，你们3400亿，他们是3800亿加 N， 那民进党是1兆2500亿啊，你们4000亿，那到时候能够协调吗？如果大家各自坚持呢？不，我觉得能够开始讨论都是好事。像发价书其实是民众党党团提案，期限快到了，我们就发价书。所以民进党党团不要再讲在野党什么党军购，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要讲，李文忠委员大概不为当道所喜所以他每次讲没有人理他。不过我就讲大白话，这我讲过很多次，扣掉那些是不是要养绿油油的这些特定的商人，有没有一些这个公司开始关注无人机、无人狗？有啊，最近那些股票都涨了。对，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公合杯，你再被绑条卡，你的公合杯，你就把它放到公务预算里面去，就照章来嘛。为什么要一起绑一包？如果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先不管川普会不会拿着我们去跟习近平换东换西，这个很难讲这个非常难讲。如果你看他在中东搞成这样，他会不会端去跟习近平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最担心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有版本继续可以讨论，但是请卓荣泰院长不要一副故作神秘状。我知道你很可怜，但是不可以讲说什么按来通过1.25兆，我就不会不附属。按来你不是恐吓在野党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最近马英九基金会发生一些人事问题了那之前上礼拜我们的制作人就问我要不要讨论，我说不讨论，不知道内容怎么样。不过最近慢慢好像这个比较多的消息跑出来那马英九说是是传出来说是马英九命令金溥聪开闸萧旭晨，到底真不真的真的假的我们也不知道那说为什么说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因为当天呢马英九基金会的新闻稿。当时他们任命这个戴霞玲担任这个董事长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戴女士人品端正、操守清廉。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那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反差的味道在里面那另外呢，说这个金溥聪是带了律师等等还有前警卫前随扈到马英九办公室，然后把萧旭晨等人赶走。金溥聪证实说。我已经退休期，我本来不管了，我是奉命行事。那他的奉命当然是奉马英九之命了那另外呢，这个有人说是不是踩了财政记录的红线？萧旭晨反击说，请董事会问马英九，真相就会大白那另外呢，这个到底有没有违反财政纪律？庄瑞雄跑出来说，如果收红钱就会吓死人那另外呢，说萧旭晨的薪水很高，令人咋舌。那另外呢，萧旭晨说太可笑了，说呢马英九曾经亲口跟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这是这个爆料人士的观感那另外呢，到底有没有违反财政纪律？马英九基金会说，他现在会送请司法调查送到司法去了那萧旭晨反控戴霞玲担任执行长也没有经过董事会任命应该要执行长要董事会同意那郑丽文也加入战场，他说马英九身边有贼人，对国民党造成无法回复的伤害。我们看一下，真心保护马总统的人，不要亲痛仇快。不该亲痛仇快。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言谈中充满感慨，因为辞去马英九基金会的职务之后，就被爆出是与昔日老长官闹翻。金溥聪是我的老长官凡事留一线，细节我也就不再的去赘述了。马英九基金会重整权力结构，在蓝营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一切烂伤就在上个月25号要进行新春团拜之际，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他携命带领律师还有前随扈等人直闯马英九办公室。就在那天团拜之前，作为马英九核心幕僚的金溥聪带着人马进入办公室，要与时任首席执行长萧旭晨、执行长王光慈对峙。期间，王光慈一度想要拦阻，还与前随扈拉扯金溥聪，直指萧王二人处理基金会事务有瑕疵，
执行长任命案也有问题，并强调自己握有马英九亲笔签名的委任书，要求2人即刻解职。历经1个小时的争执，萧旭成才表示，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我们就离开，希望你能以保护马总统为念。事后马英九基金会的声明，已委请律师针对本会之前发生之严重违反财政纪律情事，送请司法机关深入调查。或许也是因为前一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的这段话。是本来马英九身边的人嘛，那他本来就是长期就是对我们国民党造成了很多无法回复的伤害。我从总统府以来，从来没有经手过钱。只是接着又有马办执行人士指出，发动整起人事调整案的，其实就是马英九本人。证据足以证明，近年一直有人以马办名义在中国大陆做一些事，因此授权金溥聪与高华柱处理基金会人事，用这种匿名的、不负责任式的下三滥的手法，郑重的告诉大家，我们这几年都是做两岸青年交流，青年不涉及任何的利益。所以淡出政坛10多年，仍贤命出面，足见其实马金体制没有瓦解。老沈都是你，什么都说。郑丽文郑丽文为什么跳出来？郑丽文本来这个事情也可以做闭上关嘛，因为你说，因为萧旭成现在是他的副主席啊，你说因为当他离开马办以后呢，郑丽文萧旭成就应该自己辞掉副主席。那郑丽文说：“我需要他当我的副主席，他做很多事情呢。那你要萧旭成辞，那郑丽文当然要跳出来替萧旭成辩护了。是不是都你害的？”我觉得你很有意思。你跟国民党也是千丝万缕，你是其中之一啊。你现在竟把这一件我跟这个事情一点关系没有，竟然把这么微妙的事情都一直往我身上推，好像我是最大的。你有没有在这边讲？你自己说。我讲那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郑丽文在铺排当着副主席的时候，有张荣恭啊、连战系统啊。这个萧旭成马办啊，还有李乾隆是本土啊，这还有那个退普会的啊，你看四个非常的稳健，支持我的都有代表。那你现在马办已经不要你了，你真的还能够做下去吗？因为就是白占了一个副主席的位置，让这个郑丽文为难嘛。因为马办这么讲的那么清楚，你不再代表我们了啊，你怎么还可以当副主席呢？很合理嘛，对不对啊？你现在竟然把这件事情，本人感到非常荣幸。你就是无话通讲，也没有话话，还没话欢喜了，对。什么我没坏，我话多的是，不是你惹起来的吗？你说嘛？不是，当然不是，我是非常不重要的一句话而已。我真的是。第2天报纸都引用了，什么不重要？不，引用的很少。我知道看到，我跟你讲，你真的生气起来啊！我生什么气啊？我没有，我当然不生气了。你讲了，赶快了。不是，我跟你讲哈，我有很多地方，你们都跟国民党的关系比我深啊，你们都不清楚，都不敢讲，都不好意思讲。哎呀，轮到我来讲，很有气。我讲，我跟你讲，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说到此为止，不要再扩大啊！安尼好讲好说，安尼大家较袂判看面哈。但哪有可能嘛？这个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呢，这就是很紧、很绷啊！你觉得就是到此为止吗？当然不会，大概拉来，到尾会的斗起来，就王破已死了嘛啊！所以你最后金溥聪的角色就出来了啊！金溥聪角色出来啊，为什么他出来呢？啊，就是跟财务有关系啊，跟财务有关系那大条啊那就不只是其他的事情。那我请问你，从这个事情从头到尾，为什么马英九没有角色？马英九这个人看到谁不行，他不能开除吗？为什么要请金溥聪进来？这个也很奇怪。还有那一天他们在会议室里头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马英九出来看一看，还没讲话，又溜回去了。为什么？马英九，你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奇怪的事。好，那现在牵涉到钱了，现在萧旭成就把两岸关系拖进来了啊！你们就是看不惯。我在两岸关系琢磨努力的地方，这个是就说路线的不同我讲到两岸路线的不同那还得了？我也不认为是这样，也许有一点点的，但是你不能看脱了。就是人家碰到你的青年问题的话，你就把两岸拉进来。我还是觉得你刚才我实在很不了解你。我跟你讲萧旭成辞掉副主席，然后专心专意去对付这件事情，才是正路啊。你知道吗？随便拿。还有呢，这个事情你不觉得郑丽文跳进去跳得太早？就是因为你嘛。萧旭成辞不辞副主席，他自己要决定了不过你刚刚说马英九没有出来，至少这个公文是马英九晋级啊，他盖了章啊，盖了他的章。好，来，我看你大家知不知道内幕？
因为都是很熟悉过去跑新闻，光慈旭晨大家都是以前跟我一起在跑新闻的老朋友了所以我对他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信任。那你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1个月了，2月25号到现在，旭晨跟光慈都没有对外说什么，所以也是原本应该是说大家就是既然有一些误会也好，或者说有一些不愉快也好，他们选择离开，但所有的事情是在3月16号的第一次的声明跟大家换成戴霞玲。好，那旭晨说实在的，我看他也必须做一些澄清，甚至是反击。那他也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萧旭晨他从执行长当了副主席变成首席执行长，而光慈变成执行长这件事情是去年10月18号，媒体朋友大家都知道啊。那他也继续在马办工作，也在党中央，所以你现在回头来讲说他这几个月还领薪水，这个批评合适吗？他本来就还在马办工作，那当然领薪水嘛。第二个薪水的那个就是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令人折舌？那旭晨说这也是，难道一个基金会的董事长不知道他的执行长领多少钱吗？那为什么现在把这个拿出来讲？好，那这些都先不论。到底领多少薪水？就是总统府副秘书长的薪水，大概1个月就是20万上下吧。应该如果是照副秘书长的薪水来讲，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财务内容。第三，旭晨今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过程当中，你看第一份声明是讲什么？是讲说王光慈前员工，可是王光慈其实在这个离开之前的身份应该叫执行长。因为去年10月18号，旭晨去当副主席以后，他变成首席执行长，谁接这个执行长？是王光慈，而且董事会是同意的。而且据很多的董事媒体访问他有讲，包含董事本人都说马前总是讲说，这个我用人用得很好啊，因为光慈跟了马前总很多年了。可是这份3月16号的声明却是以前员工来这个描述王光慈，也就是认为说王光慈当这个执行长这个过程是不认的嘛。那回过头来，董事会可能这几天要开了临时再开个董事会。那戴霞玲目前马办的执行长，他有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吗？没有啊，因为最近没有开董事会啊，所以马办的这些事情外界会看不懂，就是说明明马总统本人也在，你说当天这个争执他也有走出来看了一下，可他都除了几份声明之外，那就是书面的，他现在他不能出来讲个话吗？或是接受媒体访问一下，或是他不能处理这个事吗？就是媒体所讲的都是他很这个同事这么久的人，那如果他真的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话，他不能化解或者是亲自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搞到现在大家外界看不懂，然后有一些不好的影射，我觉得也蛮遗憾的。我想把2件事情合在一起讲，朱立伦礼拜5要宴请蓝委的事情，然后以及金溥聪呢处理这件事情。我是朱立伦多年的好朋友，但我认为，如果他今天只是要感谢国民党的立委在他当党主席的时候对他的支持，这一点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去谈现在国民党的任何政策，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我都期以为不可。我认为那都是列解国民党很糟糕的一个做法。你可以对于郑丽文的做法不赞成，我也公开批评过郑丽文。可是呢，无论如何，你可以当面的去跟郑丽文沟通，而不应该用我去传达我过去曾经拥有的权利，然后去试着用另外一个党中央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这不是我过去认识的朱立伦，我也希望他能够只是表达感谢，而不涉及任何政策。这次马英九的这个基金会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真正爱护马英九的人，不可能把事情越闹越大，不可收拾。我不知道金溥聪他接获了什么样子的密旨，然后要去执行他的尚方宝剑。但是金溥聪现在的做法，并不是在爱护马英九，而是在伤害马英九。朱立伦如果去谈政策，他是在伤害国民党；金溥聪现在的做法是在伤害马英九。我不能理解他们的初衷为什么要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不客气地说，我不知道他们背后有什么样子的势力要求他们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的高度怀疑。但我只能够说到我高度怀疑，因为这都不像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我刚接到最新消息我的办公室给我的是说，联合报下午专访了马，明天会刊出，马英九亲自接受访问，怎么讲我们现在不知道，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李珍秀骂郑小平，
他是狗，不配当人。为什么？因为钟小平说，李正秀说不能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知道好几个都放弃了，有潜力啊。所以呢，李正秀就很气，说是谁啊？哦，我放弃不了啊。哦，那他说只不过是他是狗。哦，然后呢，钟小平是坏人。哦，我自己100遍说过效忠中华民国，我是台湾人，但是呢被绿营霸凌。哦，你钟小平还讲这样的话。哦，所以呢，结果呢，李正秀被很多人去骂，说你怎么骂钟小平狗呢？李正秀说我不会道歉，是钟小平为造谣要跟我道歉。哦，那另外呢，钟小平也说，那就带我去植晶片了，我是狗啊，狗都要植晶片啊。哦，不然狗如果不植晶片罚15000啊，反正又在那边这个搞笑了哈。那邱垂正讲了，陆委会主委，他说哦，钟小平说有中配成功放弃中国籍。我要请移民署了解，他是谁？为什么他可以放弃？所以陆委会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案例。所以换句话，陆委会也了解，现在是不可能。之前有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呢，陆委会明明知道。哦，那另外呢，柯文哲说呢，这个刘世芳的行为像纳粹。哦，那刘世芳说乱讲，90%的新住民都肯定我们政府照顾他们。哦，那另外呢，因为326柯文哲金华案要宣判了。哦。李正秀拨高虹安拿过柯文哲700万，什么意思？李正秀的意思是说呢，柯文哲就给高虹安700万，但是柯美兰要选举，柯文哲1毛都不给他，所以表示我们柯文哲多么公正哦，对自己家人都完全这个没有给任何好处哦，他是证明柯文哲很公正了。那另外呢，李正秀也抱歉说，我是在情绪激动下才讲的这个资讯啊，混淆了啊。那这个林俊彦说，他们是为了柯文哲3月26号宣判来铺陈，所以李正秀在立法院这样说啊。那另外呢，柯文哲说，法院为什么不开直播呢？为什么不直播呢？让全民公审我啊！哦，为什么法院要关起门来自己审判呢？哦，柯文哲说，因为如果判10年以上，就不能再选举了，10年以上啊。那因为柯文哲这个图利是7年以下了，但是还有其他被检察官求刑28年多嘛，所以柯文哲说司法信任才是最大问题，大家不相信司法。我们看一下，包括前面在立法院的时候，所有的绿营的立委围着我，叫我滚出去的时候，我比个刀斩，所有人也骂我。情绪一来，李正秀在直播上崩溃大哭，一个造谣的坏人，我只不过说骂他是狗。他造谣给我造成那么大的困扰，让全部的舆论都说我现在这么嚣张，然后所有的卢配都可以放弃，为什么我不肯放弃？明明是他在造谣。不满钟小平称国籍可以放弃，李正秀多次以狗称呼钟小平，更要求钟小平身为民意代表，应向自己道歉。只是委员称呼对方是狗，适当吗？因为我不想讲他的名字，我认为说讲他的名字，我是不屑讲他的名字的，所以我才就是讲说。对，所以用不好的字眼，就像他讲的，狗也很可爱啊。那您觉得你也要道歉？我不会跟他道歉。事隔1天，李正秀坚持立场，而李正秀在直播上也点名内政部长刘世芳及媒体人黄光芹。因为刘世芳先骂人，一定要代替月亮惩罚你，跟着黄光芹一起骂，然后2个女人在那边笑的那个恶毒的样子，就像那种101忠狗里面那种。坏巫婆的那种，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对于李正秀、刘世芳冷处理，经重申规定，非因人而异。不过李正秀不这么想，对我的百般羞辱、霸凌，就是想要我绷不住，然后自己走人。但是我的个性是宁愿这样，我非跟住不可。我说今天除了柯文哲叫我不要做了，否则我。没有任何人打得倒我。李正秀争议，换言之，双方继续斗下去。来，周秘书长，第一个哈，这个有关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好，是不是像钟小平讲的说啊，我几个条卡按这样就放弃了？事实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王宏威委员后来咨询邱垂正陆委会邱垂正主委已经很明白讲说没有嘛，好，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好，那。以钟小平议员的社会公信度哈，大概也只不过尔啦。哦，有个理工我一个庄脚，那你再去追他吗？他会跟你讲说啊，人家有自己的生活不想出来，他就放把火人就跑了。哦，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是很清楚的嘛。好，两岸特殊的关系才会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
才会有陆委会啊，才会有海基会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好，第二个，今天早上李珍秀委员也出来致歉。好，对于他一时的这个情绪激动，好，那么资讯上的混淆，好，他也出来跟高虹安市长致歉，好，那么也跟这个社会大众做一个清楚的说明，好。那第三个，关于大家现在很关心的这个3月26号这个柯文哲前市长的这些相关的官司，那事实上，我记得这个柯 P 也同样在赵大哥的节目上有来过嘛，好，他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他来讲，现在选不选总统，这个不是很重要了，因为这个现在也不是现在该关心的事情，而是说这整个案子，台湾社会怎么看？台湾社会怎么看这个案子？再从他这个我们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被搜索，他的家里被搜索，兵分几十路搜索的过程当中，这1年来关押1年来，那有特定的周刊，老师就是北检的分支，北检没有讲的都透过这个周刊讲了。所以台湾人民会觉得这样的司法品质是好的吗？是公正的吗？这个才是这个案子我们要看的点。不，这点是我最不能谅解哈。检察官传人都跟他讲说，这个是案子哈，侦查不公开，不能在外面讲。过不了几天，咱媒体都有，到现在为止没有办过一个检察官，这点我不懂，这个那么难查吗？检察官平常那么会办案，把周刊人调来，这个消息谁给你的？一查就查到啊，到现在没有办过一个。要斗垮先斗臭，这很不好的。我们看柯文哲怎么讲。3月26号，金华城案一审即将宣判，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可以说是把握每一天，不是假日浮选就是平凡。接受专访，应该让全民来公审我啊，对不对？你说我有什么罪状，好啊，那就拿出来给大家看啊。我都很坦荡荡。结果检察官法官不要，我奇怪，我无法理解。抱怨既然是重大案件，要本人亲自去听判，又不肯法庭直播，逻辑实在很怪。剩下3天就要宣判，柯文哲还是泰然自若，不谈案情，反倒是畅聊蓝白合，还不忘再批评赖政府一番。正确讲法不叫乐观，要正面看待。至少你看，我们现在会讨论说，怎么比民调？民调要两边要有民调的专家，怎么开会？后面还会再讲说，那选举的时候怎么联合辅选？民进党就2大神主牌嘛，缓和跟台独嘛。那现在缓和显然不行了嘛。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哪一天赖清德自己出来宣布台独是不可能的，那就有趣了。遥想当年蓝白合破局后，隔年民众党就爆发政治现金案，柯文哲这一回汲取教训，还开创政治现金课，要参选人都来上课。反正我会把我失败的经验，比方说我们2024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像我们去开那个政治现金法，其实我们就会找团队来录营，那录营我们是啊，我们会在配字幕了，我就开始真的在做教材。柯文哲继续走自己的步调，似乎对一审宣判结果好坏都看得很开。来，放心。我针对李珍秀的这个状况，我说一句，就是说我非常同情他。我认为任何一个素人，其实一下子要到台面上的时候，其实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我一方面同情他，但是2方面我也必须要说，每一个想要做公众，只要他成为公众人物，其实是必须要受训的。那这一点我也要说，我认为民众党很快的把他丢到了这个鲨鱼堆里头，然后去面对呢群众这件事情，其实呢对他不尽公平。我们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们面对镜头，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理念，绝对不是要去阐述我们的情绪。没有任何的情绪是民众要去买单的，只有理念沟通的问题，绝对没有情绪发泄的问题。所以你只要面对镜头，然后你去讲一些情绪的话、内心的话，这都是大错特错。今天民众党请李珍秀来担任这个立法委员，我是支持的。我认为台湾任何一个少数族群都应该有代表。那作为这个代表，他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行政院是没有道理的，用错误的法律去解释他立法委员没有资格，这是错的。那么作为一个合格的立法委员，要回到自己的初衷，那你希望完成什么样的任务？你在每一次面对群众的时候，你就必须针对你希望完成的任务，去跟你的选民去沟通。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公众人物必须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次李珍秀确实大翻车，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很希望他能够很快的站起来，然后汲取教训。毕竟在台湾，少数族群
这么少的一批人，要能够帮他们做点事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多数的人不会站在少数族群当中去替他们想，大部分的人很容易去霸凌陆配。但我很希望我们的电视机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明智的，去知道说，任何一个在台湾生存的人都不容易。那我们希望说，这一群极少数但对台湾贡献很大的陆配，他们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尊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宜兰 TBS 做民调哈，蓝绿对决，如果是只有蓝跟绿，民进党提名的林国章律师38比35小赢国民党提供的吴宗宪检察官哦。那吴宗宪做过检察官，他有律师资格，同时做过这个侯友宜新北的法制局长啊，现在是立委啊。那如果3个人都下来，民进党陈婉慧也下来，民进党林国章也下来，国民党吴宗宪下来是33-28比8哦。那陈婉慧跟吴宗宪应该会整合才对了啊。但就算整合，现在看起来林国章好像也林国章小赢哦，小赢3个百分点。为什么？当然你也可以讲了哈，就是说吴宗宪2个礼拜前才被提名嘛，哦，所以其实起步比较慢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说林之妙原来宜兰县长的选民57%支持吴宗宪，但是还有25%是支持林国章的哦，并表示全部转给吴宗宪哦。那如果陈婉慧不选的时候呢，也不是所有的票都投给吴宗宪，26%的票会转到林国章，哦，53%会转到吴宗宪。吴宗宪当然还获利比较大了哈，但是也不是全部哈。这是宜兰啊。那另外呢，在台中哦，台中市呢也快要这个初选了，就反正有反串，就是当时罢免团体，就罢免江启臣、罢免杨琼英，就罢免的现在虽然要挺杨琼英。哦，这算是民进党的这个外围组织啊，要挺杨琼英啊。那所以呢，这个在高雄哦说呢，这个唯一支持杨琼英绿营的侧翼，但是呢又要换成他们的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国民党初选我们去介入，然后选一个候选人，然后在大选的时候把他打败，哦，就这个意思了哈。那到底情况怎么样？来，民主党到底怎样？我觉得你们台中在宜兰跟在就民众党在台中跟宜兰看起来都举足轻重哦。那第一个宜兰的就是这几个指标县市，好，那透过这个蓝白合作在野党合作的方式，那目前这个共同政见跟协议就往前走嘛，好，那会用同一套方式来决定共推最强的候选人。好，台中我觉得比较吊诡，好，因为这个看下来，坦白说远超乎我的想象。好，它原本应该是一个比较单纯的选举，好，但是台中民众党没推人嘛？台中没有推人，就是国民党2个在争，是，但是我觉得非常奇怪，其实江启臣的这个支持的相关茶会，我有去参加过1次。那基于这个江启臣副院长跟柯文哲主席的老交情，好，其实他们最早的蓝白一起，就是说柯文哲第一次踏进这个国民党的智库是江启臣当主席的时候，所以那个是当时是2020年，他还是台北市长。可是我一直觉得，我那天去就基于老朋友基于情谊，我跟副院长也熟，我觉得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很好的成绩，给他加油打气。可现在让人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坦白讲，这嘛伤粗啦，你被支持杨琼英还底下台中换新，那这2步嘛，第一步先支持，第2步换成他们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每次的这个政党里面的初选都有很多样态。好，这个沈大佬应该就记得。我记得我2012年还在民进党的时候，当年最有名的是这个总统初选的蔡马马，我不晓得暐瀚记不记得？好，就是这个蔡英文对马英九要讲蔡英文，苏贞昌对马英九要讲马英九，许信良对马英九要讲马英九。这个当时引起民进党党内非常大的震撼跟不满。好，因为这样搞，最后苏院长当年是输0.0135。好，这个是政党内的竞争。所以看到那个，我今天特别把我过往的资料翻了一下，就是说这样的方式，会不会造成在最后关头去影响台中市的这个国民党党内的初选？坦白说，我们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它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状况。然后这个据国民党的讲法是3月底，那站在
这个一起合作的政党，我们不会对初选的过程有什么过多的评论，但只是觉得会担心啦，就是说那叫安呢，我以前的经验，我会惊西人呢，他那个蔡妈妈下去就是0.0135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实全国差不了几通电话。我们老实讲，他应该还记得当年他打成那样0.0135，然后就蔡妈妈，会不会现在变这样？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关注。亮君，民进党有介入台中的初选吗？我想这个可能是网友自发吧，但是因为全民调，当然它就会有很多外部因素去影响啦，因为包含我们民进党自己的初选也都是用全民调，那当然这个大家在民调的过程当中也都会去质疑说，那是不是不同阵营的人会用别的方法来去介入影响民调的结果？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子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啦，那但是当然现在全民调这个方式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比较趋近于真实。那至于最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来去改变最后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大概在每一个民调里面都不可避免会有这样子的变动因素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于说每个候选人怎么样去争取民众的支持啦。哈，那现在看到说，当然这个蓝白合不管是在宜兰啊，然后在嘉义的状况啊，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而言，因为我们的候选人很早就底定了，所以我觉得在宜兰的部分哦，现在这个林国昌律师其实，在地方上这个越跑越扎实，越跑越稳定哦。因为林国昌律师过去其实是在一开始他是宜兰人，那一开始在台北服务，后来是当时的游锡堃县长找他回去宜兰服务之后，才一直都在宜兰执业，然后也在教书，然后也做法律辅助。那我觉得这几个月提名下来，确实在宜兰的部分因为过去民进党曾经在宜兰曾经有执政，然后也有非常好的成绩。那我觉得现在林国昌律师所塑造的就是希望说让宜兰能够重返过去的光荣。那至于蓝白合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当然各个政党他们自己的合作已经有他们既定的模式在进行了。对民党而言，我们就是稳扎稳打，那母鸡带着小鸡一起往前冲。老师怎么看？先讲台中的情况哈，我觉得今天会走到，就是说民进党会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在初选的时候挺对手比较弱的一个，然后在大选的时候把他打败，这个与法并无不合你大可这样做，而且他也赤裸裸的公开的呼吁这个样子。但是会走到这样，杨琼英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比如说这个初选的日期啊，延到大家都晓得是哪一天哈。那今天如果是万一杨琼英赢了，我觉得我是他的话，我很内疚。我觉得我赢了，反而更不晓得要如何是好这个，但是我觉得他是不会赢了。但是不会赢，为什么要演这么大？为什么要演这个？因为杨琼英接受，他觉得他会赢啊。我知道他会赢啊。杨琼英每个候选人都是这样，每个候选人公布结果之前都认为他会赢。不过杨琼英受过伟汉的访问，伟汉比较了解，你比较了解他嘛？但他这样的候选人，我觉得当然也是人情常理之内，但是对我来讲，这个跟我是不能忍受这样的结果。至于宜兰呢，我觉得宜兰的现在的蓝白加起来跟绿的板块大概是一半一半。那两个候选人呢，就是说我们往回暂时不讲，如果后来是这个吴宗宪的话，那两个都是新手所以那个未表态的那一块，或者是中间选民那一块还蛮大的，所以现在去猜，我觉得要看两个人怎么选。我觉得选的比较活泼的。我们看台中好了，伟汉怎么看？台中台中就看最后结果。我觉得身为台中人两位都是台中民进党的外围，像这个什么霸团，OK 介入。呼吁有多少影响？刚刚余修讲那个，就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会去考虑的啦。那我这边就把时间往前推，去年台南跟高雄的时候，民进党的选项也担心这个事啊，对不对？就到底是支持陈其迈还是林俊宪？他真的会投谢龙介吗？民进党嘛惊啦，所以政治人物出来走跳其实都知道说该怎么样去告诉他的支持者，一定要坚定支持他，否则就会怎样。那如果说今天民调出来哪个人赢，然后最后票开不出来的时候，大家回头去检讨，因为排蓝排绿的民调都有某种程度的做法，所以你现在也已经拉弓，你没有回头箭，再去做什么，就是用民调来决定。好，这是台中。但宜兰，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在讲，观众朋友，这是 TVS 民调，
跟美丽岛的民调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那观众朋友，你看哈，这就是一个不叫警讯，而是关注点。蓝跟白在宜兰加起来其实是36，可是如果你分为1对1的时候，没有啊，没有完全达标，没有完全过。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地哈，那很简单一个结论哈。比起来，吴宗宪有没有什么地方可能还落后林国章？就跟地方的关系，他必须要再加深。另外，就是真的合的时候，如果是提名是国民党的候选人，民主党怎么去加强？权力到底来，放心。我特别要讲一下台中因为呢，我觉得台中当然啦，其实都会有这种对方灌票的这个疑虑在。那其实呢，做民调这件事情，一般人接到电话，然后要问说你支持谁的时候，一般人要说谎没有那么容易。其实一下子反应其实是说的是内心的话，所以要说谎，然后去灌票灌到对方的比较弱的这个对手的时候，其实反而要经过训练。这就是当初在这个蔡英文他的支持者所做的什么蔡妈妈，其实目的就是要训练支持者，你要变成制式反应。那我对台中我最大的质疑就是国民党把这一个民调的时间拉到这么后面，然后同时呢又把时间呢要什么时候做民调完全公开这件事情，他就是放任让对手可以操作这一种敌对的灌票。我不能理解国民党中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佩强，先讲宜兰好了，目前看起来宜兰的确是5-5波，不过两个人的特质其实相对的相近，所以其实第一个谁先不犯错，第二个谁在各自的专长上面更凸显更多一点，我觉得才是这次的关键。当然地方很重要，地方连接很重要，但是谁能够凸显他的长处，那怎么样去再用高知名度再打？至于台中，我只能讲说，其实大家都忘了一件事，这是霸团。霸团在台中的影响其实是很负面的。当然没错，民调是一回事，但是大家看到霸团，其实大家那个 bad taste 那个不好的记忆还在。所以这样一出来的话，我觉得